大家好，这里是格斗探索家。如果你要踏进格斗这个领域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项目作为第一选择呢？是跆拳道还是传统武术？比如说，我小学的时候都是同学选什么，我就跟着选什么。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想要接触这类的运动，很多新手都不知道从何下手。以至于后来对于这些格斗术的特性不够了解，就草草选择了可能自己也不清楚在做什么的项目。根据个人经验与一些专业人士的研究，拳击是相对适合格斗新手入门的一个项目。这部影片就是要让你快速了解拳击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。当你有相对概念之后，就会比较好上手了。首先，你要清楚拳击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。拳击规则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双方戴上拳击手套，并只能用拳头对拳头的比赛。但当然不能胡乱挥拳，有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。基本上能攻击的部位只有身体跟头部，后脑、腰部以下、喉咙、背部都是不能攻击的部位。比赛规则：拳击有分为职业拳击及业余拳击。职业拳击每回合的时间是3分钟，回合间休息1分钟。但每个国家组织的不同，进行的回合数也会不同。双方佩戴8到10盎司的拳套，而业余拳击比赛为18岁以上及高中生，原本需要戴上头盔，在2016年的奥运上已经不戴头盔了。如果其中一方被打到失去意识，裁判会立即终止比赛，也就是所谓的 KO。如果两个人都还有生命力，钟响之后休息1分钟就继续开始比赛。比赛中，拳击手们只能用拳头，且只能用拳锋作为打击，不能用脚、膝、头等其他部位去攻击对方。如果有这样的行为，裁判会直接宣布丧失资格。另外，攻击对方是要遵守一些基本礼仪的。拳击手还要注意，不能用手肘、肩膀等部位去撞击对手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，就是拳击手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不能一直抱住对方，否则裁判会发出 break 的指令，将双方分开来。总之，拳击规则其实就是简单明了，但限制相对会比较多。那么，学习拳击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先从功能性的层面来说，拳击可以强化我们的全身的协调性、反应、敏捷、节奏感及韵律感，同时也能增进全身肌肉适应的能力，使肌肉更具有力量、速度、爆发力，也会使肌肉柔软更好，关节角度变化更大。再来是健康层面，拳击可以快速提升心肺功能，因为拳击同时具备有氧及无氧的间歇训练效果。在燃烧脂肪的部分，效益非常的高，可以大大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困扰。最后是心智方面，透过拳击的实战模拟训练，让运动变得更有策略性。经过反复的训练，使心智在遇到问题时，能以更快速、准确、果断的能力去应变事情。当然，看到这里，很多人会想说，拳击的招式只能用拳头，且只能用拳锋的部分去攻击别人。很多格斗技可以用肘、膝、腿等等多种方式去击打对方。这样一来，拳击对上其他的格斗武术就显得相对较于吃亏。首先，关于这点，我也是相当认同。不过，我们作为新手，要注意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且实用。以拳击来说，基本的6个拳法分别为左右直拳、左右勾拳及左右上勾拳，它是所有近代格斗的基础。也因为拳击单以拳头作为攻击的部分，在新手时期较能快速掌握其要领。以相同时间的训练下，集中在这些核心技术上面会有明显的成效。李小龙有一句名言：“我不害怕曾经练过10000种踢法的人。”但我害怕一种踢法练过10000次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在专于练习特定技术的情况下，进步效益上会高出许多。
也很多学过其他格斗的选手，后来会去专精于拳击的拳法练习。那么学习拳击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？毕竟拳击这项运动攻击的集中在于头部及身体上，在这边呼吁各位新手，不要一开始就找人来对打练习，这是相对危险的一个行为。还有就是我常在健身房看到很多人一拿到拳套就往沙包猛 K，非常的剽悍凶猛。最后却扶着手默默离开沙包。这边建议找专业的教练指导，并一步步的练习。学习拳击不只是训练身体，心里也是要有足够的耐心。另外，拳击是一门易学难精的格斗术，深入的拳击技术是有很多的策略、拳法变化及步伐的灵活，都是一门学问。拳击既是格斗运动，也是一门艺术。有机会，我之后将会一一的分享，介绍给各位更多的内容。以上就是本集关于拳击的介绍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。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一点帮助，我就很满意了。如果你不想错过格斗及健身相关的免费资讯，这边建议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再将影片分享出去。我在这边祝为这边影片点赞的朋友们文武双全，身心富足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